哎，大家伙儿早喽！4月21号星期一，新的一周都快9点了。为什么出现在家里了呢？其实我是去跑步了的，我去了大阪城，还见了观众，看到好多好朋友，而且我也录像了，录的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内容。而且大阪城今天特别好看，特别遗憾的是回来一看没录对，声音完全不能用，所以就只能在家里跟大家聊两句了。你们看我的数据，我把录屏放在屏幕上了啊，往这边一点。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昨天的70公里。70公里的正片会放在最快后天跟大家见面，好吗？你看我早上跑了4公里呢。昨天的70公里这场比赛叫水都大阪超级马拉松。70公里是一个组别，它的最长组别是100公里。昨天跑的时候，设备记录的气温是20摄氏度，平均配速4分49。这个设备记录的时间是5小时37分07，但是呢，你们看我的证书上写的时间是5小时29分53。这一会儿跟大家说为什么特别有意思。咱们先看数据吧，平均配速4分49，平均心率154。就这个比赛，一会儿我也要说，它没有绝对强度，它就是因为长，因为跑得慢嘛。最快1公里4分03，你看都在有氧区间，所以我身体的反应也不大。今天我们大概过一遍数据，看看公里这儿。一开始其实我们起步很慢的，我跟本田先生还有我们跑团的一位朋友，我们几个人一起往电川那边跑，因为我不认识路，只能跟着他们。第7公里6分26的原因是那时候出了大阪城要走一个比较长的过街的天桥，他们这儿的逻辑是过街天桥上是不能跑步的，就只能走着，比赛也只能走着，所以这是一个挺小规模的比赛，所以就慢下来。你们看我们前十几公里都是5分，13公里开始我们到了电川河边，我就开始稍微加点速，4分28、4分20这么前进，然后又减到4分30多，直到第25公里开始我加速了，4分29，26公里4分21，26公里之后好像就遇到了，我就看前面有一位先生，边上有一位骑车的工作人员，我一直以为这个工作人员是骑着车在赛道中巡视、提供帮助和帮忙指路的。然后，但是呢，我一超过那位先生，那位，因为那位先生当时跑得挺慢的，这位骑自行车的工作人员就追上我了，就一直追着我，我就心挺慌，我说后边为什么一直追着我呢？后来他过来跟我说两句话，我跟他说我日文不行，所以就没再说。他一直带着我，一直从27、8公里，你们看这几公里我跑得还挺快，到了35公里见到家属，这儿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几公里我跑得快？是因为本来我们的计划是34.5公里见到家属，第二次就停下来吃饭，有炸鸡、有饭团，还有无酒精的啤酒，然后开直播跟大家聊天。歇一会儿以后呢，我拿着稳定器跟直播的手机跑那个短的折返，大概有6公里回来结束直播，本来是这么计划的，所以这块我就跑得比较快，我说赶紧见到他。到34公里，我看那位工作人员还跟着我，就跟他说我家人在前面等我，然后到前面我就得停下了，他也没说什么。结果我停下了，炸鸡都塞嘴里了，也开始直播了。结果呢，工作人员没走，我冲他挥了挥手，结果他过来了。这时候正好我们跑团有2位朋友也在这儿，就帮我沟通了一下，我才知道我那时候是第1名70公里的，他是负责给我引路的，就跟马拉松比赛第1名那个前面那个引导车一样。所以呢，怎么办呢？就赶紧就塞了2口就接着跑，所以就配速6分50，其实就停了，可能就停了2分钟。然后就一直最快的1公里，第38公里4分08，就一直挺快。因为他追上我的时候我挺快的，所以他就以为我水平也挺高的，我们就一直保持了4分多的配速，4分30、40吧。到后来，你们看，只要出现，比方说像54公里出现了5分以外的，那就是因为有补给站停下来喝水了。你看都在4分40以内，4分40上下。到后来过了60公里稍微掉了一点，
然后从61公里开始，我们就离开电川河往大阪城往回跑了。所以呢，那一段就是路比较窄，人也比较多，而且我确实是也挺累的了。从电川回到大阪城，先上一个大坡，上完以后就有点没劲儿，就有点掉速。最后到68公里多冲刺的时候是5分06。为什么是68公里多冲刺呢？你们看我最后的这个配速也能看出来，最后这一块最后停了一点，对不对？这跟大家讲讲昨天比赛中的事儿。昨天这比赛它不是个争名次的比赛，就你报名的时候可以选出发时间的，它有3个选项，5点半、6点、6点半，我选的是6点半。但是事实上，昨天我是就算按5点半算枪声成绩，我也是第一名，我是事实上第一个回来的。所以这比赛的整体的水平不高。我跟本田先生，我们跑团包揽了70公里的前2名，他在我后面一点点。但是本田先生因为六月要去佐吕间湖的100公里，这应该是他的一个练习赛，所以目标不一样。而且我主要是被架在那儿了。为什么被架在那儿了呢？就是那个情况，我不太可能说跟那儿等到第2名上来，因为那个时候第2名好像还不是本田先生，然后让人家跟着走，好像也挺尴尬的，对不对？而且确实，当时我确实挺快的，就是第2名那位先生应该比我慢不少。那这样的话，我再跑我超不超过他呢，也不好说，所以我就这么决定的。至于这个路线呢，我肯定是没跑错路，因为我一直是第1名，我第一个折返回来就是第1名了。那前20公里的前差不多12公里、13公里，我们都是一帮人跑到的电川，肯定没有少跑路。然后呢，到了电川以后分开就是一个大直线，一直从这头跑到那头，过程中都是每个拐弯都是有指引的工作人员的，而且那时候我不是第1名，前面是有人的。然后第一个打卡点打卡完画完这个号码牌上，你们看每过一个点他会用不同颜色的笔和不同的画法，他就怕防止作弊，有人自己画一个，看没？不同的画法跟颜色的笔，然后他给你画一个标记。然后每一个标记这个地儿都是那到达那头，等于是折返的那个头。而且我记得有一次折返那儿，人家工作人员特意说你必须得从这儿绕过去，所以我肯定是没有少跑路。而且这种比赛，在那个休息站那儿还来回去走，一开始跟人家打招呼什么的，我觉得还得多跑好多呢。结果呢，越快到大阪城我就觉得不对，因为越快到大阪城我路越熟，一进大阪城我就慌了，我说不对呀，我说照这么看这个距离不够啊。我以为到最后快到终点那儿还要再甩出去绕一下，结果也并没有。那工作人员骑车那个工作人员就指引我要冲刺了，那我心说先冲了再说吧。然后冲完刺以后我就把表给停了，没有完全结束运动，就是摁了一下停。我一看是68.8公里，还差1.2公里。然后在中间领完东西，然后拍完结尾，跟那时候本田先生也过来，本田先生在我后边没有多远，然后打个招呼，跑团的小伙伴们打个招呼，我就直接往家跑了。大阪城那个终点那儿离我们家大概是2公里整，然后我就往回跑，又跑了一个1.2公里，凑足了手表的70公里。所以大家看到我 Strava 上的时间比这个多了8分钟，等于8分钟跑了1.2公里，没有很使劲跑，怕受伤，因为马路上就都有人有车了，还等了一红绿灯。而且这比赛也是逗，他这个证书上也没有名次，然后也没有颁奖仪式，也没有奖，什么都没有，就默默的就结束了，就这么一个。而且这比赛还挺新潮，这边比赛用这个号码布上的这种芯片的其实是很少的，大多数还都是都在鞋上。来，热咖啡。然后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比赛对身体的感觉，就是不是一个一定距离的比赛就会对身体怎么样。我们总听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总听人说你跑马拉松要买跑鞋要买大半码的，说你跑步的时候脚会肿什么的。脚会肿这其实就是一个误导，就不是所有人脚都会肿的，同一个年也不是所有时期脚都会肿的。你看现在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可能跑完5公里脚就胀了，后来呢变成10公里，再后来变成半马，再后来变成全马，现在可能是70公里。现在昨天完了以后，我马上观察记录，我跑完70公里脚才会微微的肿，所以导致呢我的左脚的食指和中指甲床有一点受伤，就有那个不是淤血，就是有点跟抹水泡似的，我给它扎了，把那个液体清澈透明的挤出来就好了。
就是脚肿这个事儿和你身体能承载的负荷是有关系的。你现在承载不了负荷，比方说你让一个现在的城市的人口突然回到了那个原来要在这个长江上拉纤当纤夫那种，那你肯定他受不了啊，或者下煤矿你也受不了。但是常年那么练的人呢，他就可以承受了。可能一开始一天下来身上就全都是损伤了，现在呢可能是2天下来，跑步也一样。现在对我来说，一个全马已经不会让我有任何的这方面的变化了，就无所谓了。那还有一个变化是说，指甲会受伤，脚会受伤，是因为包括磨水泡，是因为你能力达不到的时候，在复合时间变长，比方像对我来说，超过了60公里，我跑动就会有比较轻微的刹车效应了。超过了70-80公里就会比较明显的刹车效应了。刹车效应就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足了，你落地以后已经蹬不起来了，等于你这一落地就这样了，这叫刹车效应。所以这也是伴随着能力有关的，这些都是说你的身体能承载的负荷和你的跑动能力越强，这个出问题的时间点来临的越晚。对我来说，我现在差不多60公里，我相信可能未来在这边还会参加这种超马，慢慢，我觉得70公里对我就不是问题了。那大学员先生跑完70公里，他就还没什么事儿。说到这儿，我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刚才说的肌肉的问题，就是现在肌肉的状态，不管是上半身还是腿部的肌肉状态，没有一个全力以赴的马拉松之后累，这是真心话，因为强度不大。就是强度其实是关系到这个，对这个关系比较大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的肌肉承受的强度是1到100，就0到100。如果你用90的强度跑10分钟，可能相当于你用70的强度跑40分钟，就是它不是一个等比例，就是斜率是1的那样变化的。就是你强度越大，你付出的代价就成倍的增长。所以昨天的整体强度，你看我平均心率154，然后跑的其实挺慢的，一开始就是这个成绩。就一开始我再跑快点儿，到后边也一样的感觉，所以一开始那种慢是换不回来后来的快的。所以我也是我跟大家老说，不建议大家故意的去跑负分割这个道理，它都是一样的。所以昨天我如果感觉真的是想全力以赴跑这70公里的话，差不多可能在5小时15左右吧能拿下。而且也没有特意的去准备，身体状态也很不好，而且补给也没准备，就揣了几个能量胶，我都没规划着怎么吃。我差不多到34公里跟家属见第一次之前就吃了一个，因为我想着有炸鸡有饭团呢，而且也不着急，这可能给后边比较累埋下隐患。最后确实是挺极限的，但是工作人员一直在我前面骑，我也不好意思。不过说到这儿，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真的是很细心和有经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多数情况下他在我前面骑，帮我引导和帮我这个指路。就是过弯的时候，如果这个弯这儿没有工作人员挡着，只有地下的线的时候，他就会打手势，右转左转右转，就打哪只手就往哪边转，这个就全球都统一的。然后呢，还有特别细节的是什么？如果前面这条路特别窄，因为那河边有那种特窄的乡间小路，你有错车嘛，就是对面有跑过来的人，而且也不封路，还有可能有骑车的人，到这时候他就会他到这种路之前就会先靠边停下，让我跑在前面，他跟着我，以防止万一人过得去，车过不去的这种冲撞的时候，他影响了我跑过去。我特别观察了一下，每一次过固定的地方都是这样的。我就觉得这个太人性化了，而且最后我们出了电川和区域往大阪城跑的时候，好多上下的台阶儿，就人可以走，车走不了，然后他就得搬着，一直跟着我回到大阪城。他最后那个就是不能跑，只能走。那国学天桥也是，我们俩推着车往大阪城走。我跟他说，我说我好累呀，我说这个第一次跑这个比赛，然后最后进大阪城还要上那个大阪城里特陡那个坡，他一口气，他那是辆公路车，挺高级的公路车，噌就骑上去了，然后人就不见了。我慢慢的，我没走，我跑上去，跑上去以后看他在前面等我，然后而且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就是我们回的时候有那种过马路的，就是要有这种十字路口，不是马路的十字路口，就是公园里的十字路口，有走行人的，他就会停到，比方说我面前是一个十字路口，这边来人，然后他就会停到这儿，然后帮我挡一下，让我过去以后他再过来。那其实就是普通的志愿者，这不是一个盈利性质的比赛，没有奖品，
他的所有的赞助就是赞助商就给到维持这个比赛的钱，因为他们这儿的逻辑就是你不能拿大自然来赚钱，因为他用了电川河这个区域，他办比赛，但是他不能靠这个盈利，他只能说负担比赛全部的费用就好了。哎，吃的还是挺不错的，有那个面包，我没吃着章鱼烧，因为确实到后边来不及了。然后那冰的那个冰过的大福特别好吃，还有什么呢？还有鲜贝，还有香蕉，香蕉我没吃，还有那炸的那个跟薯饼似的的东西，然后喝了点可乐，那宝矿力兑的有点淡，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对身体的影响，大家就这么想。有的人跑1公里就累得不行了，有的人跑100公里才累得不行，它都是变化的，不是这一个人生下来就是这样的，都是要练的。你想在比赛中，你看我们跑步跑的是什么？跑的是更远，跑的是更快。你想比赛中更远更快，或者在比赛中想更快，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跑得更远，那你在训练中你就是要努力的跑得更远更快呀。如果你从来没有跑到过4分的配速，你怎么可能在比赛中跑到4分呢？那些能平常慢跑的比较多的专业运动员，是因为人家强度课的时候，可能人家是跑2分40，人家比赛中跑3分，平时的慢跑4分半，跑4分，对不对？就是你如果从来没有跑过10公里，你是不可能在10公里的比赛上跑得很好的。但是马拉松又很特殊，很多人平常是不练到42公里的距离的，但是就只能靠参赛去积累经验。还有这个麦盛的樱桃汁，今天就喝起来，就我拿那个冰镇的碳酸水冲的，特别好喝，就补充维 C。这两天还有就是说赛后生病，免疫力下降。有的人可能第一次跑步跑5公里，完了就生病了。然后有的人可能是半马，有的人可能是全马。我那时候跑完全马也很容易生病，现在就基本没事了。那跑完70公里稍微注意一点，跑完100公里要很注意一下。所以我们都是循序渐进的，好吧？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比赛的这个吉祥物还是挺好看的，咱们下回再见。